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星星我啦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，感谢你啦！那我们开始咯。这件事情发生在2年前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正好是清明节前一天的晚上。由于前几年工作不顺，所以离职后就开始跑外送，直到现在。那一天差不多是接近晚上10点的时候，我就接到一个单子，需要送一个外卖到一家店铺去。于是像往常一样，我很快拿了食物就去到了这家店铺的地址。而到了后才发现，原来这是一家神料纸扎用品店，只是店铺呢早就关门了。我查看外送 APP 之后才发现，刚顾客有发信息给我说，前门已经关了，要走到后巷，从后门进来才可以。后门？那应该是要走这里吧？于是我就绕到了后面。只是我想说，这条后巷也太暗了吧？好巧不巧，这条后巷的街灯都刚好坏了诶。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有点挫的，但是我不是害怕会遇到鬼啦，而是害怕遇到小偷啊！毕竟我穷手头紧啊，是绝对不能再遇到任何的意外了啊！但是没办法，为了送餐，我也只能慢慢的开进那条暗暗的巷子了。原来是猫咪呀，吓死我了啦！应该是那间了吧。开了一小段路后，我就看到前面有一间店的后门是开着的，于是我就继续开过去了。Hello， 外送到了，麻烦出来拿哦。在等人出来取餐的同时，我就打量了一下这家店。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纸扎用品，成堆成堆的放在架子上，有衣服、包包、鞋子、3C 用品，甚至连化妆品都有。而比较大件的，好像别墅、豪车和纸扎仆人就更不用说了，简直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啊！哇塞，这些纸扎品还真是 next level 了好兄弟都过到比我有管理地了。而同时间，我也望到了，在一个货架的后面站着一个阿伯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店里的员工在整理货物，但是他在那里慢慢的踱步，在货架之间穿来穿去，东看看西摸摸的，看起来像是在 shopping， 还挑得非常入神。这么晚了还有顾客啊，应该是老板的熟客吧。我想说，反正还没人出来取餐，就继续偷瞄一下那个顾客。仔细看了一下后，我才发现那个人的穿着有点奇怪，虽然看起来都是老一辈人穿的衣服，但那个人穿的似乎是更旧时代的款式，颜色也是灰扑扑的，就像是从黑白照片里直接走出来的一样。他一直在店里面逛来逛去的，似乎是还没选到自己想买的东西。之后他蹲在一排纸扎衣服前，低头研究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摇了摇头，又转身看向另一个柜子上的纸扎一堆，翻找了一下后，依然不满意的摇了头，看来是找不到他想要的。这时我看还是没人出来，就打算先拿着食物进店看看。阿伯，你是在选牌子哦？是要买阿玛尼还是 LV 哦？接着我看到那个阿伯停在了摆放纸扎西装的货架前面，他看了一下后，就顺手选了其中一件衣服，在自己的身上比划了一下，像是在试款式的样子。这时我的心突然就咯噔了一下，但我还是努力的告诉自己，他应该是要买给跟自己的品味差不多，但是已经往生的朋友吧。接着我又看见那个阿伯继续走到店内最后面的柜子，而那个角落就放着很多纸扎的人。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就是很好奇他到底要干嘛，于是就又稍微走靠近了一点。那些纸人跟真人的大小差不多高，
是的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个阿北就那样站进去了纸人之间的空位，然后就一动也不动的。而这时看到阿北的正脸后，我才赫然发现，他的脸竟然是灰白的，没有任何的血色，就跟周围纸扎人的脸一样。而且那些纸扎人的衣服还鲜艳多了，那个阿北整个人就是淡淡的，没什么颜色。他该不会不是人吧？而且他站在那里是要干嘛？这时我看到那个阿北突然动了起来，然后退到了更里面的角落。这个阿北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的？我要不要跟店家说一下？没错，我真的差点被这个阿北怪异的举动给吓死了。谁没事躲在纸扎人堆里呀？而当我放下戒备松口气时，我却意识到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于是我顺着直觉望向远处的柜子，我就发现那个阿北竟然在柜子后面死死地盯着我，他的眼神眨都不眨的。竟然被发现了呢！看到他的当下，我直接是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原本以为他没发觉到我，但现在我却反而害怕到僵在了原地。这时那个阿北开始慢慢移动，然后走出了柜子后面。当我害怕他可能要对我做什么时，我却看见他的手上拿了好几包纸扎衣服，腋下更是夹了几叠金银纸。这下我从害怕立马就变得疑惑了。我先走喽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这个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偷东西吗？于是我立马跟着追了出去，可是没办法，那个阿北早就跑出了后门，人也完全消失在了漆黑的后巷中。那个人也跑得太快了吧？这里晚上果然是不安全啊！接着我就紧张地回到店里，想通知老板有人偷东西。回到店内后，我看到前面的柜台坐着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应该就是这间店的老板了吧？哎呀，终于是看到有人出来了。老板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这里有人偷东西。老板，你有听到吗？你在跟我说话哦？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跟你讲，刚刚有人从你的店里偷东西啊！是吗？那个人长什么样子的？没想到老板听到后竟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临危不乱吗？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于是我就跟老板说了刚刚那位偷东西的阿北的长相，还有他偷了什么东西等等。没事啦，明天是清明节，有时候有一些可怜的朋友嘛，进来店里拿点东西，很正常的，你不用放心上哦。听了老板的话后，我好像听懂了，一股莫名的恐慌让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这里的地板是木板做的，每踩一步都会发出声音。但是刚才那个人在店里走来走去，和跑出店外时，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已经觉得这间店非常诡异了。老板，你人真好哎！食物我就放你桌上了，你慢用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晚安。今天真是衰爆了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？你到了啊！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肚子突然不舒服，就跑去上厕所了。没关系，食物我刚刚放在柜台了哈。让你一个人等那么久，谢谢你啊，我会给你多一点小费的。没有等很久啦，我刚也在跟老板聊天啦。老板？我就是老板啊。店里刚刚有其他人来吗？有啊，就是坐在柜台的那位先生啊。咦，奇怪，人呢？去哪里啦？
小姐，你不要吓我嘞！现在是清明节前夕耶。我才没有吓你啦！你等一下。于是我立马不可置信的在店内找了一圈。这间店不大，但最后我始终没有看到那位老先生的身影，他就那样凭空消失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我还跟他聊天的啊！你看，就是那张照片上的老先生，我刚看到的就是他。他也是老板对吧？不然他刚才怎么坐在柜台啊？他是我爸爸没错啦，可是他几年前就去世了啊，你怎么可能会看到他？啊，没事的，你放轻松。他应该是担心快要清明节了，我们会忙不过来，所以就回来看看而已吧。这在我们这行很常见的啦，哈哈哈哈。咦，人呢？开什么玩笑？谁敢跟你待在一起啊？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啦？唉，爸，你可以不要再出来吓人了吗？哦哟，谁叫他能看得到我啊？怎么样？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呐！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、点赞或者加入会员，小小的支持星星哦！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了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、干部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、Clay、L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！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和 Nicolai 喵太，感谢你们啦！